川普已经影响力不在，因为现在要改选，所以边境的冲突再起。这个时候没有人敢去说啊，不要打，停下来，我们好好的谈。因为要选举了，哪个政党敢这个时候这么做？当川普打电话来的时候，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战争再打下去，还是会有扩大的可能性，以及造成相当多人的伤亡。所以呢，要等待大国来介入协调。现在中国大陆开始在做调停了，所以因此这一次的这个战争，我觉得可能会在未来的1个礼拜之内会有所调整。好，持续赶快来看到是泰检的冲突激战失控升温，这一回终于是中国大陆要出手了，因为看到川普到目前为止他的调停都是无效的，习近平接下来派的特使磋商和平能不能真的降临，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一场冲突其实我们关注非常久了，到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超过10天了。本来是在边境地区这边的这一场大冲突，现在延烧啊，不断的烧到柬埔寨整体的经济重镇去了。尤其特别关注在18号这一天，它的轰炸是特别强大的。泰国它出动它的空军 F-16向柬埔寨的赌场重镇波贝这个地方投掷了2枚炸弹，结果造成了市区的建筑物全毁哦。轰炸的地方可以看到都是这一些大型的建筑物，包括这当中有大型的诈骗集团的营运中心，同时它也是柬埔寨军方很重要武器的这个储存设施。那么战争到现在，其实呢已经造成非常多的损伤。泰国有21人死亡，柬埔寨17人。现在目前为止，超过80万人家庭是流离失所，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他们都被迫疏散。这时候，泰国总理阿努廷也出来说话了，他针对于轰炸这个柬埔寨的这一些诈骗的地方，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柬埔寨的境内赌场不在泰国司法管辖范围内，没有错，但是如果说相关场所被用作诈骗掩护，泰国方面是有必要去加以处理的。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这一场泰柬的冲突。一开始好像是边界冲突，现在已经打击到柬埔寨边境的这一些诈骗集团了。这是泰国军方其实最重要的目标吗？把这一场战争现在正式的可以叫做打诈战争吗？老师怎么看？泰国跟柬埔寨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是边境领土冲突，或者是说神庙主权冲突，那现在变成一个打诈骗集团的这个战争呢？我觉得这个发展的过程其实跟泰国的内部的政治密切相关，因为阿努廷在9月份上来的时候，他就答应人民党就是在4个月之内他要解散国会进行改选，他在11号的时候宣布了解散国会。所以预计在明年的1月中到2月中的时候呢，会进行泰国的大选。人民党希望能够用选举的方式回来真正的执政。但另外的维泰党呢，那就是前面被拉下台的贝东丹，就在5月份的时候是今年的第一次的泰缅边境冲突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柬埔寨的洪森说 ：“Uncle， 我们的军人不好了，你不要在意了。”结果被公布出来这个录音，然后他被迫辞职下台。所以我是觉得。因为现在要改选，所以呢，边境的冲突再起，作为他们各个政党以及和保守派人士以及和军方之间的一个连结，这个时候没有人敢去说啊，不要打，停下来，然后呢，我们好好的谈。因为要选举了，哪个政党敢这个时候这么做？可是当川普打电话来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才战争刚打起来，我们要支撑我们的打到至少选举之前这个情况啊。所以呢，他就找到新目标了，打诈骗集团。有没有合理性？有没有合法性？也可以拉牵过来。那大家媒体支不支持？全力支持。不管是在国际上，在亚洲，连在泰国内部受到柬埔寨的这些诈骗集团的这些受害的人都不少。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变成是得到各方面支持。可是战争再打下去，还是会有扩大的可能性，以及造成已经相当多人的伤亡以及一些这个流离失所的人民。所以我觉得他大概在这个打诈集团可能几天之后，现在中国大陆开始在做调停了，就刚好也许有一个下台阶。所以因此这一次的这个战争，我觉得可能会在未来的1个礼拜之内会有所调整。那当然不排除下一次的战争，他就刚开始。
可能先就以打诈来开始吧。如果你敢再继续的柬埔寨扩大战争、扩大诈骗的话，它可能下一步就是这个问题。那因为泰柬之间的军力相差这么大，对，就基本上是泰国不断的在教训柬埔寨，可是柬埔寨呢也就一直在抗拒的。对，所以呢要等待大国来介入协调。川普已经影响力不在，但中国的影响力如何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好，等一下我们会来持续看到那中国大陆介入调停到底有没有效，但是我们也持续关心说，泰国这一次其实做了这个攻击，也被视为是一个叫做抢救观光经济的一个生死战，他宁可冒着这样的风险，也要打这个观光保卫战，就是因为泰国真的非常的不满柬埔寨，因为它是少数呢这个免签跟这个落地签的国家都可以全免的泰国，那它其实每年有非常多的外国旅客进来，但是进来之后，他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诈骗集团会把这些受害者从泰国的边境转到柬埔寨跟缅甸的诈骗园区去。那对于柬埔寨来说，确实诈骗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占他 GDP 达到40%都是来自赌博跟诈骗。全国超过50个电诈园区，吸收超过10万人，大部分都还是这一些外籍的受害者，这也间接导致泰国的形象被反噬。光是2025年做了一个统计哦，泰国的观光客人数年减幅4.66%，但是我们看到中国观光客的这个观光已经暴跌了34%，所以它怎么样都一定要打到底吗？尤其我们知道柬埔寨它背后这个诈骗集团有政府高层做支持，它真的能够彻底摧毁这些诈骗集团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泰国派F-16战机这个出境啊，就是跨境轰炸。我认为他虽然讲的是对这个电诈、对这些诈骗园区啊来实施轰炸，其实他是为了教训柬埔寨，他是为了报复，而不是真正的是要去打诈。打诈的话，不要说是柬埔寨，在泰国跟缅甸那个艾莫河那个 KK 园区，那个才是最大的电诈集团，在缅甸呢。为什么不去炸？就在你泰国边境啊，西边，泰国的西边是缅甸啊，为什么不去炸那边？你要去炸柬埔寨，以打诈之名啊，轰炸柬埔寨，就是报复，就是教训就对了。就这很简单嘛，对不对？他说如果要炸到医院，要去医院有恐怖分子炸医院嘛，都是这个样，这就是理由。真正的是要打仗是骗人的，那在炸缅甸啊，那克伦邦那个邦啊，就在克伦邦在哪里？就在缅甸跟泰国的边界西边呢、啊。那为什么不去炸那个大轰炸 KK 园区？KK 园区的电诈集团可大的嘞。所以我认为他是为了教训，为了报复。那我们来看，那这样子打诈是会有效果吗？不会有效果。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诈骗集团呢，它很精的、啊，官商勾结，已经变成共犯结构了。你以为柬埔寨不喜欢那个对那个诈骗集团喜欢吗？问题是他们已经在一起了嘛，融在一起，挂在一起了。这种共犯结构你怎么样去消除？很难，因为他要靠他吃饭，他要靠他保护。那个交保护费，一个有饭吃，那不是刚好？那柬埔寨的这个生活很差，国民所得才2000多块美元一年，对不对？泰国也好不到哪里，泰国一年每一个人的 GDP 每一个人是7000块美元，都不是很好了。那这诈骗集团就要横行了。第二个，他们会激动，知道吧？跑来跑去的，不是呆呆的在那个地方跟你来轰炸。诈骗集团早就跑了，精得很，他都要诈骗别人，他自己当然脑筋很灵光啊。当然可以啊。第三个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这个电诈集团的为什么总是抓不到？他会化整为零，他根本不在了，人去楼空。为什么？早就有通风报信啊，结果一去了这个人去楼空，一个人都不在了。电诈集团想要取缔他，我跟你讲，他是好像有狡兔三窟一样，这又共犯结构，又有机动作战跑来跑去，又有化整为零，所以这些方面呢，我跟你防不胜防，而且尤其在落后的地区，那是没有办法一扫而尽的。好，那这场冲突到底会延烧到什么时候呢？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嘛，这个川普2度的介入调停都没有用。第一次是在今年10月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10月的时候，他在东协峰会上促成了这个泰柬之间签了和平协议，就看起来是完全无效，还不是打了起来。所以呢，这一次也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他打了这通电话调停，同样是没有用的。那现在也看起来，这个泰国还酸川普说，我们泰国难道要听其他人的话吗？那如果是中国介入，到底有没有效呢？因为18号王毅就跟这个泰柬2国的外长通话了，不断在这当中居中协调，能不能达成停火？汉庭又怎么看？泰军空袭呢，基本上是一个内并外治的政治秀。为什么突然升级？是因为跟泰国政府内部的合法性焦虑有关。
它当然一方面是转移斗争的焦点，毕竟泰国政府现在面临国内反对派的强力挑战，经济复苏缓慢，哪有什么比打诈骗集团，然后呢更获得大家的支持呢？同时也是在争夺军事的主导权啊。泰国总统阿努廷和军方背景的势力，需要透过一场胜利来证明，我们不听美国了，我们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主权。那再来啊，这也是一种政治正当性的投名状，因为民怨最深的就是旅游业的下滑和电诈的猖獗，所以炸了波贝的赌场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一场华丽的政治公关秀。那为什么美国调停会失败呢？因为他口惠而实不至啊。川普只是要一个和平总统的名声，他只管签字拍照，但是呢，不管协议漏洞。川普谈的是地缘政治的大道理，但他解决不了泰国的经济饥渴。他不在乎泰国的观光损失，他也不在乎柬埔寨的非法经济。所以美国给不了泰国暴增的游客，他也切断不了电诈的利益链。对美国来说啊，东南亚只要你不倒向中国大陆啊，你们打个头破血流，他正好还可以卖武器，这叫拉偏架，看笑话。所以泰国政府呢，就是为了国内的政治，随时都可以切断美国的这个协议。可是呢，中国大陆的调停反而是直击命门。王毅直接说了“重建互信，及时止损”8个字，背后是有重金来支撑的，是啥？就是钱呐。好，我们现在来关心的是泰柬的战争，因为已经2周了，但是重点是到现在是全面的升级，这个冲突爆发，817公里的这个火线现在完全的失控。今天我们就这些议题来特别做关注。好，先来看到是我们看到这个泰柬的冲突嘛，双方在817公里的陆地的边界爆发的冲突，战火持续的延烧。本来是在旁边的这一些零星的战火，我们可以看到沿海的零星战火已经延烧到了内陆去。泰国跟柬埔寨各自祭出什么样的武器呢？泰国仍然是出动它的 F-16跟它的施救战机，攻击的地点是吴哥窟附近的。我们看到这个是在暹粒省这个地方。柬埔寨则是出动它的火箭炮，持续的针对泰国做攻击。而且呢，根据当地柬埔寨台商做了一个采访，他们的最新采访的说法，他们说呢，泰国的军方内部已经开始放话了，非常的狠，要在100天内，他们要打到金边这个地方，所以台商非常的紧张。现在他们都已经开始收拾他们的行李了，携家带眷跑到菲律宾去逃难、去避难。在这个时候，泰国继续的补枪。泰国说，国防部说要全面限制住这个边界的一个关卡，不让这一些进入的燃油运输可以进入到柬埔寨的内部去。好，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厉将军，从军事面来帮我们做一个判断，泰军真的有可能如他们所放话的100天之内打到金边吗？泰国这一套，包括刚刚我们看到的有空袭 F-16，再加上他们的封锁政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将军怎么看？讲到军事你必须要接受一件事情，军事是接受政治的指导政治的目的是什么？才决定军事的行动要做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开战指导。那中战指导就是说，你打到什么样程度，你要结束这场战争。比如说俄乌战争来讲的话，它的政治目的，普京的政治目的就是要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对。那这次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推敲泰国这次发动这场战争，它政治上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它政治上目的，阿努廷很明显的，他只是为了壮大他自己执政党的。巩固他执政的实力，因为他现在是少数政党嘛。那如果说是借着这场战争可以打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胜仗，那你想想看，在未来60天之后的这种议员选举，他所带领的这个政党来讲，一定可以获得多数的胜利，那他就可以很安稳的执政。我觉得这是阿努廷的政治目的。那借着这个目的，我们再来看军事目标来讲，他可能要达到什么目标？我觉得他军事目标只要能够获得一场胜利，他就达到他政治上的目的。第一个，我们讲他有没有能力打到金边，我认为是有的。以泰柬双方现在军事实力，泰国来讲完全掌握了制空。那另外除了空中来讲它有这个空中战机之外，地面来讲它也有各种战车，包括解放军提供给他的 VT4 或者是美军的这种M60战车等等。那检方来讲，这方面反装甲武器只限于中国提供给他的反坦克导弹。可是
我们在昨天这个节目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反坦克导弹，柬埔寨部队可以说是不堪一击啊，鸟兽散，等于乌合之众，东西丢在那里，人就跑掉了。那你连这个反坦克飞弹最重要你都丢掉了，那你以后你怎么去阻挡人家坦克车的这种装甲的攻势？所以我觉得以战力来讲是可以打到金边，但是我觉得以政治目的来看的话，它不会攻进金边，因为攻进金边来讲的话，它可能之后来讲就很难善了。我觉得最后一个结局哈，这个安努廷可能第一个达到他政治上有一场胜仗的目的，那有助于他选举的大获全胜。第二个来讲，他可以借这个机会哈，卖给2个国家面子，一个叫做川普哈，我接受你的调停，我给你看；第二个是中国哈，那你多一些观光客进来，那他等于就是3赢了嘛，他干嘛要打到金边？那你知道进入一个城市作战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我认为他不会打进金边，但是他有这个能力，可是他不会做这件事情。好，我们现在刚刚他特别看到的是泰国就在他这一次针对柬埔寨的攻击，有他政治跟军事上面的目的之外，我们要特别今天也会来聊的是不是也有打诈，要帮助打诈，所以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攻击哦，有关系。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我们看到说，确实目前呢，川普做了很多次的调停都没有成功。那大家也在看说，到底为什么你泰国还是要持续的把军队压进去进攻柬埔寨？而且呢，重点是他们开始在里面被发现大规模的清剿里面的电诈园区。画面上导播我们来 take 几个电诈园区都被拿下来，包括这个当中有号称东南亚最大的赌城、最大的电诈窝据点，还有一个是电诈中心的集散地等等。而且呢，在这些电诈园区里面还被发现藏有大量的无人机跟火箭炮，看起来泰国是想要把这些武器也都摧毁。在清剿行动当中也被发现泰国联合出动了他们的海空军，把这一些所谓的这个诈骗园区也80%的建筑物都夷为平地了。所以他们的目的是不是就是要趁机打诈？那么也是另一方面提振泰国自己的观光。干哥怎么看？其实老实讲一句啊，泰国从上次那个韩国学生死在那个边界的事件里面啊，泰国就受到很大的非议啊。坦白讲一句，这对于他们的观光业有很大的伤害。所以我觉得这是泰国总理那个阿努廷啊，他的态势这么明显，说不用找任何人来调停。第一次听到，他们竟然总理敢这样讲，说不用找人家来调停，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做就对了啦。其实我讲一句实在话，刚才将军也讲了，泰国要教训柬埔寨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柬埔寨从赤柬政权到现在没有，就是他60年过去了，完全没有进步。他在军力跟那个政治上面完全没有进步，他只有在容许诈骗集团的做大中有很大的进步。这个责任都一定要归咎于洪森父子。洪森父子在这么多年来的执政的状况之中，人民没有富起来，但是他们家族是非常富有，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但是我在讲这件事情的同时，他们跟这个中国的关系是如何，始终扑朔迷离。那为什么？因为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所谓的赌场，还有这些诈骗集团的窝点，这些都是谁？就是我们现在最有名的诚致集团。诚致集团在我们台湾出了大名，然后在美国也出了名。为什么？因为他在美国被查扣了150亿的比特币等等，还有狗狗币等等，价值150亿的这个虚拟货币被川普政府给扣下来了，然后马上训令我们台北马上就抓，一抓才发现我们这个周杰伦大歌星跟他住在一起的，总共有11户人家就是这个诈骗集团买下来的房子，同一栋大楼里面。所以大家会想说，周杰伦大家都知道，可是诚致竟然在他的大楼买了11户，要当周杰伦的邻居。现在我讲的这个不是笑话，而是我们台湾的老百姓们都会觉得说，那诚致究竟是谁？你为什么会容留这个人可以这样子在海外各地，英国、台湾到处，新加坡都自产，他在柬埔寨甚至得到了什么勋爵的位置。所以洪森父子你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个人因为你们的庇护，现在还在柬埔寨境内，然后他们也不理美国，美国当然希望引渡啊，对不对？台湾更希望能够引渡啊。所以刚才讲到哪里？讲到菩萨省园区，
奥多棉吉省园区这些的规模都大到比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说 KK 园区，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妙瓦底的，对不对？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是这个，错了，那个才是真正的奴役这些可怜的这些被害人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坦白讲一句，那是暗无天日的。后面的操盘手是谁？台湾人，跟不孝的中国人合在一起。所以为什么泰国军方他这次刚铁了心的，就是我要打过去？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泰国的观光，大家要知道啊，从普美蓬国王时代开始到现在，泰国的观光就一直受到青睐。你今天如果说因为诈骗的这种事情而造成的泰国观光，不要说西方人不来，连中国人都不敢来的话，对于泰国的本身的观光产业是非常严重的。柬埔寨也一样，柬埔寨到今年才恢复到疫情之前，今年总算有670万人进去看吴哥窟了。坦白讲一句，远远少于他以前的高峰，都是上千万人，每年上千万人去吴哥窟。泰国的 F-16这次就在吴哥窟附近暹粒省丢了几颗炸弹。我告诉你，虽然车程距离吴哥窟还有2个钟头，但是我在那边丢炸弹，你就知道了，我下次真的会丢到那边去。因为晓得说泰国这次决心是很坚强的，也就是他准备要彻底打击诈骗集团犯罪。对，那泰国继续打下去的话，现在看起来这个泰柬冲突到底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呢？包括我刚刚提到的嘛，因为川普调停也没有用。那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其实在这一次爆发冲突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做太多表态的。那其实也有媒体特别做了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分析，就是中国大陆的立场的分析。这个是来自于网易的专栏《北向财经》，他也特别点出了说，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可以说是有利有弊。有利就是大陆其实本来也想要打诈，联合中泰缅一起打诈，那他们确实已经抓到妙瓦底里面上千名的电诈分子。那对于中国大陆不利的事情，就是说大陆在这边其实有做了非常多的一带一路的建设，不管是中泰铁路，不管是这个德崇福南运河，或者是西哈努克港等等，你这个打下去，战火一拖，当然会充满变数。那接下来北京到底会怎么做？那委员又怎么看？对这一次的这个泰柬的冲突哦，其实。大家当然都知道，在台面上是因为这个博威下寺的这个主权哦，包含它周边土地的主权问题。那么静音呢，这个在台面上讲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泰国的士兵这个触及了柬埔寨所布的这个地雷，造成了伤亡哦。但是就如同刚才将军所提到的哦，就真正的原因是这样吗？因为其实你说博威下寺的这个主权跟它周边土地的主权的争议，从1962年国际法庭判定之后到现在，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哦，要冲突早就冲突了啊。那么你说踩到地雷，柬埔寨方面也出来讲啦，他说这个地雷不是我们设的啊，这以前就有了，跟我们无关啊，这不是新设的地雷啊。可是泰国完全没有买单，甚至连川普想要介入的时候，泰国不但不买单不领情，反而还回过头来批评了川普。所以呢，外界就在看这一次的泰柬冲突的时候，就在想说，那泰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刚才将军已经分析的相当透彻了嘛。就第一个，他内部的政权问题，就是泰国在上一次洪森出卖了这个佩通坦的这个谈话内容之后，泰国等于是失掉了一次面子。所以对泰国来说，他要把这个面子讨回来。第二，对执政党来讲，他需要一场胜利，他需要赢得他的这个选举。那么你说，当然对于打诈，这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我觉得北京政府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介入的原因很简单哦，就是第一，他必须先确定泰国的目的是什么。那达到了目的没有？没有达到目的，他介入，就好像川普，他认为他打通电话就可以把事情摆平了，结果一点都没有摆平。泰国不领情不买单，反而回过头来骂了川普一顿。所以对北京政府来讲，在外交的操作上哦，你要操作在一个很精准的点，就当这场战争已经打到看起来也没什么必要再打了的时候，你介入调停，那这场战争就可以平息下来。可是如果泰国的目的还没达到，你在这个时候去打了个电话，不要说打1通了，你打100通都没有用。
因为泰国有他自己的盘算。对，那你更不要讲说这是主权争议哦。各位仔细注意一下，其实北京政府很少介入主权争议的，因为他认为主权争议就是你们这个双方彼此之间的问题哦，所以北京政府很少介入。为什么？因为他一旦介入了，那钓鱼台事件的主权争议，其他国家要不要介入？那台湾这个主权争议，其他国家要不要介入？所以我觉得北京政府的考量当然相当全面哦。你说最后有没有可能介入？我相信为了这个周边的区域的安宁哦，以及北京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利益来说，那么当然最终还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的平息下来。那至于什么时间介入，要用什么方法介入，公开介入还是私下介入，那就要看北京政府的操作了。好，接下来特别看到在东南亚这边战事真的是一触即发，尤其是泰检的大战已经进入到第2周了，完全都没有任何降温的一个迹象。这一次泰国直接祭出他的 F-16来轰炸柬埔寨的最前线，包括他也在泰国的沿海的5县市都开始做宵禁来备战，甚至他们的总理这个时候也煽动起了这种民族主义，有人说这个农民都要一起的来上战场了，大家都支持跟柬埔寨继续的打下去。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一起泰检之间的火爆冲突已经全面的升级，即使有国际的协调来斡旋，双方仍然是持续的交火。先来看到泰国国防部最新消息，他说柬埔寨方面军方13日趁着深夜的时候，不断的攻击泰检之间的边界，包括了无人机直接就侵入到了泰国上面的领空，迫使我们泰方展开了报复行动。那么泰国是出动了什么呢？是在13号的深夜，泰国直接出动了他的2架 F-16战机来轰炸柬埔寨的前线，还包括了在边境的饭店，甚至2座是可以运送武器的桥梁都被泰国给炸毁了。除了在空中，我们看到地面部队随后也一起推进到了边界，包括了多辆的这个战车直轰波贝市一座赌场，整个赌场都遭到了摧毁。这时候泰国也宣布了进入紧急的备战状态，包括东南部它的这个施达勒府的5个县直接开始实施宵禁，并且正式的宣布要封锁泰国湾，把这一些可以运往柬埔寨的，不管是石油或者军事物资，全部都给阻断拦下来。而泰国更在边境这边查获到了来自于柬埔寨士兵的一个笔记本，上面说清楚的记载了超过36处的地雷埋设的坐标，还有完整的地雷的图片等等。局势如此的紧张升温之际，这个时候川普赶快出来介入了。最新他和泰国的总理阿努廷通话之后，川普就立刻在他的社群上面这样写，他说通完话之后，我将先前发生的这起地雷爆炸定调为一场意外。川普还说这个泰检现在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话才刚说完，没有想到泰国总理立刻打脸川普。他强调呢，有关于这一起地雷爆炸完全不是意外。他还说了，接下来会继续的打下去，要让柬埔寨完全的去军事化。这场冲突至今已经造成了数字还在持续的统计上升当中，至少200人死亡受伤，4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注意到了在战场中这一次打战一名怀胎4个月的柬埔寨女兵在作战中还因此殉职。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吕舰长怎么看呢？这一起泰检的冲突规模、战事是否在扩大？泰国这时候封锁柬埔寨，而且做宵禁备战，是否已经走到临界点？舰长怎么看？的确是上一次也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发生的这个泰检的这些冲突的时候，其实泰国并没有全面的进入备战，而且还对于南部的5个县实施宵禁。现在更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他要封锁这个泰国湾。我们来看一下泰国湾实际的位置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可以封锁到整个柬埔寨的部分，不过那也是痴人说梦为什么？因为比较接近南海的是柬埔寨，而不是泰国那而且这个油呢，他只要
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之后，其实它是挡不住这一个柬埔寨的。而且，但是呢，我们这样讲啊，说这个泰国它的海军的实力其实是远超过柬埔寨的。这是我们看到，虽然它有航空母舰，但它的航空母舰现在没有舰载机啊，它的舰载机全部都是直升机。那但是呢，它有新一代的这种巡防舰。那如果说对比这个柬埔寨的话，柬埔寨没有这个实力，柬埔寨全部通通都是这一种我们不能讲小破旧啊。那但是呢，真的是吨位只有245吨、250吨的这些小艇根本不是对手。那如果说回到原来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打起来的，其实就是为了钱打起来。为了钱，大家不愿意讲而已。大家一直在讲的是什么？讲的都就是这个在泰柬边境上的一个扁担山脉上的博威下寺啊。那这个博威下寺其实它是西元889年的一个湿婆神庙。那我请教一下，你泰国是拜湿婆神吗？不是吧？那为什么你要对于这个地方这么重视？开玩笑，他一定说我寸土不让。可是大部分的观光客都是从泰国这一侧过去的。那泰国更想把它的边界从原来的它只有这个我们讲到的博威下寺的一角，再继续往东推。可是往东推，开玩笑了，对于这个柬埔寨来讲，你的东进就是我的西退啊，所以也绝对不让。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啊，这个柬埔寨跟泰国的这个实力这么悬殊之下，他为什么实际要打？真正的寸土不让的是柬埔寨。但是呢，现在这样继续打下去，大家都有不可以输的压力。为什么？因为对于柬埔寨来讲，洪马内他是父亲扶植的第2代，不能输。那至于说阿努廷来讲，他要全面改选国会，那他也是要来竞选的，那他怎么能输呢？当然，两边争执不下，川普出来求和，那当然盘点最后就是我的泰国最主要是观光收益，更不怕你美国立刻打脸。是，确实哦。现在所以因为这一起事件，泰国政治也是面临非常多的挑战，尤其阿努廷现在压力很大，但是也因为这个压力哦，包括因为现在整个内部哦，人民也非常的支持政府继续的打下去，所以呢，泰国内部说现在掀起了所谓的民族主义浪潮，刚好就是很适合，很对于现在的保守派阿努廷是非常的有利的，在接下来的国会选举当中。那阿努廷他是现在泰国的总理之外，他是2012年重返政坛的，领导了泰自豪党。那他的优势就是他可以结合包括了地方的派系，还有这种结盟保守的精英，所以他在泰国内部迅速的做大，而且这个被这个分析形容他是政治的变色龙，他可以擅长动员民意，又可以展现对于皇室的效忠。可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带领泰国又走向战场呢？那现在有一个说法，农民可能会跟随他起义。杨老师怎么看？阿努廷是在疫情期间呢，整个在泰国负责疫情处理的官员，他是当时的公共卫生部长，他也做过内政部长，所以他个人是比较就是在官僚跟政策层面受到肯定。可是他参加的那个泰自豪党啊，是唯一的一个把民粹主义写进党纲的这个泰自豪党。但泰自豪党大概是排名第3大党。大概目前拥有70席的这个议员，那另外2个党呢，维泰党，那就是塔信所创建的。那贝东丹在8月份下来的时候呢，阿努廷上来，那阿努廷上来的时候，他就承诺4个月之内解散国会。因为人民党支持他才有这个机会嘛，因为人民党第1大，那人民党大概有143，那贝东丹的维泰党大概140。所以4个月之内解散国会，他现在就宣布了。那刚好又碰到就是边境冲突、领土的争议。上一次才5月份的时候才跟柬埔寨打了一仗，那可是呢，现在又在起，川普再打电话没有用了，因为我们要选举了，谁敢退？哪一个党敢退？要退的时候，你会不会被这个保守派或者是被人民这个谴责？然后呢，军人背后的这个影响力，泰王背后的影响力。没有人敢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在泰柬的冲突上敢说要和平。为什么？因为上次的贝东山说要和平啊，结果8月份他就被解职了。所以我是觉得现在
45天到60天之后要重新举行选举，大概1月中到2月中，泰国要举行新的这个选举，到底谁会赢？是维泰党还是人民党？人民党现在有机会回来，因为人民党之前叫前进党，就他在2024年8月的时候被宪法法庭解散，为什么？因为他支持要去修改那个就是藐视王室的这个条款，那是宪法第112条，因为这个东西他被要求解散。可是他又重新，这个不见得改头换面了哈，但是呢，换一个名字叫人民党。所以接下来是人民党跟泰自豪党可能会结合，也就是阿努廷跟人民党之间的结合哈，可能会回到泰国的这个政权。那因此呢，这个边境的冲突要继续坚持下去。反正泰国的军力是比较大嘛，不会输的。是，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阿努廷他其实声势正旺，他甚至还喊出说要去柬埔寨的军事化。看起来这场泰柬之间的冲突还会持续吗？那美国斡旋是不是接下来就会失效了？委员怎么看？不能说失效了，因为不管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面对泰国跟柬埔寨这2国的冲突哦，都有手心手背都是肉的问题啊。对，而且正像杨教授讲的。两边都有在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危机啊，柬埔寨也有啊，然后这个泰国也有啊，所以啊，因为内政延伸出来的有打仗的需要，那大家放心说，这种战争打的规模不会太大，但是比较讨厌这种战争会拖很久啊，因为大家都是利用战争在建立或者巩固国内的声望嘛。你说阿努廷。他现在怎么能退啊？对不对？他当然喊口号喊得很大哈，但是实际动作他自己也知道哈，因为这种打下去对泰国的经济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可是他喊大声一点，为了泰国的光荣啊，这一次要把柬埔寨给打服下去啊，这种话每个人都会讲啊。那洪森啊也不遑多让，洪森是越老越糊涂的一个人啊，没事干去把那个泰国里面最亲柬埔寨的贝东塔给拉下来了，他现在自己还收拾烂摊子啊。现在本来刚才那个杨教讲对，还有一个比较和平的一个主张，现在没了。泰国现在是人人都是上武重战，看怎么办？对，那洪森现在自己应付他内部也要去鼓励啊，也不能示弱啊。因为他本来就是军人出身，带领的柬埔寨从慌乱中从那个波塔政权里面脱胎出来的，坦白讲他功劳很大。可是真的要打仗的话，我们小先生讲对，两边实力差太远，他会被泰国碾压啊。光他的1年度的军费，泰国是他的25倍啊。所以光这个数字你就知道怎么打，可不可能打。持续关心东南亚现在战火是不是真的已经失控了？尤其泰国还甚至出动他的 F-16火箭炮轰到整个机场、医院，这是在泰柬的边境哦。50万人现在仓皇的逃跑当中，难民现在非常的多。川普在这个时候喊说他要来通电话，这一场区域性的冲突会不会持续的扩大升温到无法控制呢？赶快来看到是最新的消息，这泰柬的冲突，这一次泰国除了出动他的 F-16之外，双方更是把他们所有的最厉害的武器都拿出来了，战车、无人机、战斗机等等，都是战场上面等级的。泰国开始指控柬埔寨说，你不断的用不管是遏制的武器，这种多管火箭炮遏制武器，或者是中国大陆制的这种远程的火箭炮来射程甚至高达最高130公里，对准的就是我们泰国的机场、公立医院，甚至还有这个平民的地区。他说你这样做已经踩到红线了。这一场这个冲突已经持续的升温到泰柬的边境，学校停课，医院当然也都会全部的做关闭，因为全部都是炮火。官方现在做统计，这个死伤人数持续的，当然还在统计当中。目前有20人至少丧生，还有88个人受伤，40-50万的居民被迫撤离，避难所都是现在看到人满为患。柬埔寨的国防部直接说了，当地超过101000多人已经被迫疏散了。这个时候出来7月份出来协调的川普，本来说已经签好这种和平相关的协议，没有想到他又碰到这种事情，他只好说他接下来会亲自的出面打电话，要阻止这一场冲突。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完全的失控了。这一场边境冲突如何演变？厉将军，我觉得这是当然，泰柬这2个国家为了这个边界上面这个神庙已经冲突连续发生了好几次哈。
那每次都借着东协啊，或者是中国出面来调停，然后化解战事的纠纷。但是我觉得这次来讲，双方所摆出来的态势会有很大差别。我认为说泰国这次他的策略会采取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他这次会彻底，因为他话已经讲出来了，他要彻底瘫痪柬埔寨的军力，让他以后来讲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再次的兴风作浪。那我们看到柬埔寨这时候所提出来的，柬埔寨讲的是说，希望随时做好谈判的准备。这双方的态势很明显看出来，柬埔寨就比较弱，泰国就比较强。那泰国为什么这个可以比较强的态势呢？我认为说是因为它的军武来讲的话，远远这个超越过柬埔寨。它不管是空军的 F-16战机，或者地面的战车来讲的话，陆空战力都远胜于柬埔寨。虽然柬埔寨有它的所谓这个远程的火箭炮，但是这些都是无导引的火箭炮，那在没有空优之下是很容易被消灭的。尤其是说，我觉得最能够代表泰国这次的决心是这个阿努廷他的总理，这时候解散国会，让国会重新选举，就是能够获取所有民意的支持，让他来打完这场战争。他这是要彻底的瘫痪柬埔寨的军力。那柬埔寨来讲的话，这是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麻烦。那之所以说，不管是中国或美国，还有东协来讲，还有没有能力来劝和促谈，我觉得有相当的难度。好，泰国都已经喊话了，他要瘫痪整个柬埔寨的军力，但是没有想到柬埔寨还是依然的持续扩大他的战火。这时候，川普说他要出来打电话做调停，能够有什么样的效果吗？还是美国他自己真的很想要介入在东南亚的事务？张将军怎么解读？我认为这样子，因为美国他不会缺席，美国不会缺席啊。我认为，但是美国手上是有筹码的，有3个筹码来做使用。第一个，我有关税筹码，美国对泰国36%降到19%，对柬埔寨也是36%降到19%，他们都19%来看，19%来看，说有还是蛮高的。你们好，不要打停火，我给你们关税上啊，给你们一些弹性，向下弹性。哟，这样子啊，这样子，那我就听话了。因为美国在东南亚它不会缺席的，因为它的这是区域的影响力，它绝对不会松手。那关税是一个美国的筹码，美国手段。第二个，军事的诱惑，因为2个都要买美国武器啊，尤其是泰国，泰国有 F-16泰国还有 F-51都是美国的哟，我给你好一点的飞机好不好？给你一些零件，你的零件已经不够了。同样的，那柬埔寨相对于泰国更落后，我也希望你们帮你提供你的防空系统。哟，这样子啊。有这种军事的诱惑还蛮大的嘞。我们现在正需要，就是这个泰国有柬埔寨的这个方面的压力，那柬埔寨又有泰国的威胁，2个刚好都听美国的话，好，我帮你们提升这个军武的这个层级到另外一个层次，这个也是个诱惑，因为美国有这方面的能力啊，美国是军武大国。第3个，我认为是金钱诱惑。我们这在军售的上面都有回扣款，那这些高官呢就会乖了，看到那个大饼，那个钱在那个地方，哟，这样子我买了这些武器装备，钱付了，还有一部分你转一下到自己口袋了。对啊，你要听话啊，你听话就是这个好处啊，这个就叫做回扣的诱惑。那这3大诱惑呢，关税的诱惑也好，军事装备的销售的诱惑也好，回扣的诱惑也好，这些政客，尤其是泰国跟柬埔寨，都是一个开发中的国家，都希望发大财，尤其这些政治的人物都需要发大财。美国会不会丢个小钱，丢个小费？他们就会低头。我认为他们就听美国的话，因为美国这3大筹码还蛮管用的嘞。好，再来我们来看那最后刚刚是在军事上面的比较，那在政治上面呢，泰国总理阿努廷最新在社群宣布了，他说要把它还给权力交还人民所以要解散来国会，包括了这个泰王也已经同意了，泰国确定45到60天内就会举行大选，这样做。是不是就能够控制整个局势，还是军事冲突可能进一步扩大？杨老师怎么看？泰国的政治最近都跟这个泰柬边境的冲突好像密切相关。上一次那个女总理应该是贝东丹，她也就是在这个冲突事件当中就打电话给柬埔寨的，就是洪森。就他 uncle 不要这样子嘛，我们这个关系很好的，都是我们军方部队，结果录音泄露出来，就被迫就下台了。他那个时候是9月份下来之后呢，那这位阿努廷呢就上来，可是他上来形成的是个少数政府，那受到了好多的小党的这些就联合的支持，中间很重要一个叫做人民党，
但这个人民党不是以前的人民党，它是由以前的之前的叫做前进党啊被解散，然后呢重新组合一个人民党，然后改成为这个党。那前进党为什么被解散？因为他那个时候在讨论针对泰国宪法第112条对君王不敬的这个条款，他说是不是要重新讨论一下，不要这么严苛？哇，结果被宪法法庭判违宪，被解散。但他改个名字，然后现在也改一个领导。那可是呢，你现在看到他就是当初要求阿努廷，我们来支持你少数政府，但是你承诺年底以前要解散国会，重新改选。那你看到他现在趁这个时机点，就在接下来45到60天之内，所以1月到2月泰国国会进行大选。不过这也显示他们现在认为对这个蔡缅边境的这个冲突不认为会扩大到影响泰国的内部的政治。但是泰国内部的政治会不会因为这个边境冲突的扩大而影响他这个选举呢？我觉得是会。现在就是大家大概面对外界的这个冲突或者是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当然都会比较保守，那比较强调爱国。那这个时候呢，谁的声音喊得比较大？所以会是塔信家族的这一方的爱国党，还是说是由阿努廷跟人民党所组成的这些少数政府呢取得的这个多数呢？我们现在就不知道。对。但到底他这个党将来怎么去跟泰国的军方去做妥协？而泰皇又如何在未来的选举当中有怎么样的影响？泰皇虽然是高高在上了，但他还是有一些实质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泰缅边境的这个情势的发展对于接下来不确定1月还是2月的这个选举，还是会有它的这个冲击。